如果您今天刷到这支影片，请您先停下来想一个问题：您这辈子最害怕的是哪一天？很多人会说是躺在病床上的那一天，但我要告诉您，真正让人害怕的不是躺下去的那一刻，而是那一天到来之前，您本来有机会做准备，却什么都没有做。万一失去了自理能力，谁来帮您洗澡？谁来帮您翻身？谁来帮您拿一杯水？靠子女吗？还是靠那一笔根本不知道够不够用的存款？今天这支影片，我就要用我的临床经验告诉您一套不靠子女、不用花大钱的自立生活支持策略。这套策略您越早听进去，未来的您就越感激现在的自己。在开始之前，先跟您说一句很重要的话，今天影片里的所有内容纯粹作为健康科普和生活经验分享，不能代替专业医生的诊断和治疗。如果你有任何身体不适或者正在接受治疗，请务必咨询您的家庭医生。好，我们继续。您有没有想过，一个老人真正害怕的事情其实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某一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连从床上坐起来都得按铃叫人才行，那种失去自主权的恐惧，比任何疾病都更折磨人。今天我不跟您谈那些遥远的大道理，我想跟您聊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万一有一天我们真的无法自理了，到底该怎么办？您可能会想，那就靠子女啊。可问题是，子女真的靠得住吗？就算他们有心，他们有那个体力吗？有那个时间吗？有那个专业知识吗？更现实的是，很多长辈存款并不多，一想到将来可能要住机构请看护，心里就发慌。但我今天要告诉您一件事，失能风险是可以主动管理的，依赖性是可以提前布局的。钱少有少活法，钱多有多的打算。重点在于您有没有用对策略。这个策略不是叫您拼命存几百万，也不是叫您把晚年全部压在子女身上，而是一套更靠谱、更科学、更人性化的自立生活支持网络。这套策略越早开始做，效果越好。请您给我几分钟时间，我会把其中的关键细节一个个说给您听。先讲一个我长期观察到的现象，很多长辈，包括我的一些老患者，常常把老了不中用了这句话挂在嘴边，但我发现真正让一个人失去自理能力的，往往不是某一种大病，而是那些被当成正常老化的小信号，被一再忽略之后慢慢累积成的大问题。举个例子，你有没有注意到自己最近走路的速度是不是比以前慢了？以前过马路绿灯亮起，轻轻松松走过去，现在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再比如，您从沙发上站起来的时候，需不需要用手撑着膝盖，或者扶一下旁边的桌子？您最近1年有没有莫名其妙瘦了好几公斤，自己也没刻意减肥，但裤子就松了？还有，您有没有在过去1年里跌倒过一次，哪怕只是在家里绊了一下？我跟您说，这些都不是老了那么简单，这些信号背后往往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医学名词，叫做肌少症。所谓肌少症，就是全身肌肉量减少，肌肉力量下降，身体功能跟着衰退的一种状态。您可以把肌肉想象成身体的盔甲，也是您行动能力的存款。亚洲肌少症工作组曾经提出过一个很清楚的建议，肌肉会随着年龄增长慢慢流失，从40岁以后每10年大概流失 8% 左右，到了70岁以后流失的速度还会更快。这就像一棵大树，叶子开始变黄不是一天发生的，其实几年前根系就已经在慢慢退化了。但好消息是，肌肉流失是可以被延缓，可以被干预的，只要我们早早开始行动。我常常在健康讲座里说一句很直接的话，不要把失能当成一个突然降临的意外。很多长辈以为失能就是某天中风倒下了，或者摔一跤骨折了，然后就变成需要人照顾的状态。但我在临床上观察到的真实情况是，身体早就给了您3到5年的预警时间，只是我们常常没把它当成一回事儿。您走路开始变慢，是因为腿部肌肉力量不够了；您起身需要扶手，是因为核心肌群和臀腿力量在减弱；您体重下降，可能是因为营养摄入不足，尤其蛋白质吃的不够。您今年摔过一次，那更是未来跌倒风险升高的一个强烈信号。您看，这些信号早就摆在眼前了，关键在于我们要不要正视它。如果我们能在这些信号刚刚出现的时候就开始采取行动，那后面很多功能退化的问题其实是可以避免的。今天我的核心观点就在这里，失能不是老化的必然结果，而是可预防、可延缓、可管理的状态。我们不需要等到躺在病床上不能动了才开始后悔，当初没有提早锻炼，提早调整饮食，提早改造居家环境，现在动手一点都不晚。那么到底什么是自理？很多长辈对自理这2个字有误解，觉得一定要能跑、能跳、能爬山、能买菜，那才叫自理。
其实不是这样的，医学上讲的自理能力，指的是一个人在现有身体条件下，能不能独立完成吃饭、穿衣如厕、移位洗澡这些最基本的日常活动。您不需要是运动健将，不需要爬6层楼不喘气，只要您能够自己从床上坐起来，自己走到厕所，自己完成清洁，自己穿好衣服，这就算维持住了最基本的生活尊严。这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对很多长辈来说，这些动作正在变得越来越吃力。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维持这些动作所需要的肌力平衡感、关节活动度和心肺耐力正在悄悄退化。所以我们所有预防策略的核心就是要保住这些最基本的功能，而不是去追求什么夸张的体能表现。我们把目标定得具体一点、小一点，反而更容易执行，也更容易看到效果。接下来我要跟您分享一些非常具体，马上就可以开始做的事情。第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运动，尤其是阻力训练。我以前在临床工作的时候，很多患者跟我说，我都这把年纪了，还做什么运动？怕伤到骨头。我会告诉他们，怕伤到骨头，最怕的就是不动。当然，我们不建议长辈贸然去做剧烈运动，温和的渐进式的力量训练，对维持肌肉量和骨密度有非常大的帮助。比如说，您可以坐在椅子上做抬腿的动作，也可以扶着稳固的墙面或桌子做半蹲的动作，还可以用弹力带做一些简单的拉伸和抗阻训练。这些动作在家就能做，不需要去健身房，也不需要花大钱。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衰老与健康报告》里面特别强调了一个概念，叫做内在能力，指的是一个人在一生中积累的可以调用的身体和心理能力。这个概念的重点在于，内在能力不是天生固定不变的，它受到营养、运动、社会参与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就算您今年已经70岁、80岁，只要您开始运动，您的体能和功能仍然可以得到改善。这背后有非常多研究支持。所以我每次看到长辈说自己太老了，练不动了，我都会告诉他们，您不是练不动，您是还没开始练。第二件事是营养，特别是蛋白质的摄入。很多长辈因为牙口不好、胃口不好，或者怕血脂高，就吃得特别清淡，几乎不吃肉，甚至有的长辈一天只吃2餐，蛋白质严重不足。我跟你说，肌肉的建造原料就是蛋白质，您光运动不给原料，就像是盖房子，只买砖头不买水泥，还是建不起来。根据目前普遍的老年人营养建议，每公斤体重大概需要1克到 1.2 克的蛋白质。您想想，一个60公斤的长辈，一天大概需要60到70克蛋白质，这大约相当于每天要吃到手掌大小的一份肉或鱼1颗蛋、1杯牛奶或豆浆，再加上豆制品和主食里的蛋白质。当然，每个人的状况不同，有肾脏疾病的老人家，蛋白质的摄取量就需要医生来评估，不能自己乱吃。这一点我一定要特别提醒您，今天分享的只是普遍原则，不是医疗建议。如果您有慢性病，请务必咨询您的医师或营养师。第三件事就是口腔健康。很多人可能觉得奇怪，口腔健康和失能有什么关系？关系非常大。日本在推动戒护预防的时候，有一套非常著名的经验，叫做4大支柱，分别是运动、口腔、营养和社会参与。为什么会把口腔单独列出来？因为咀嚼能力一旦下降，人就会不自觉地避开需要咀嚼的食物，比如肉类蔬菜，转而吃一些软烂容易吞咽的东西。久而久之，蛋白质摄入不足，营养也跟着失衡。更严重的是，很多长辈因为假牙不和牙痛或者牙齿掉落，连讲话都不太愿意，这也会减少他跟外界互动交流的机会，可能加速认知功能的退化。所以我常常提醒身边的长辈和朋友，定期看牙科，修正假牙，认真刷牙。这不只是面子问题，而是关系到您未来还能不能独立进食，能不能有尊严的跟人聊天的关键问题。第4件事是社会参与，这听起来好像不是健康问题，但它对预防失能的作用不亚于规律运动带来的好处。我观察到很多长辈退休以后，会慢慢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出门，不参加活动，不跟老朋友来往，整天一个人坐在家里看电视。这样的生活方式会让活动和认知能力一起快速下滑。一个人越不动就越不想动，越不跟人讲话，语言功能就越退化，越不参与社会，情绪就越低落，甚至忧郁和失智的风险也可能跟着上升。所以我会鼓励长辈们一定要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社群，不管是去社区关怀据点上课，当志工，参加做操的团体，还是和邻居一起散步，都可以。重点是要让自己保持有规律的外出和互动，这不只是心理上的需要，也是保持身体功能的重要方式。
您想想，只要您每天愿意出门走一走，您就必须穿衣服、穿鞋、下楼梯、过马路，这些都是训练，所以不要小看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事。说到这里，我要跟您拆穿3个常见的误区。第一个误区是，很多人会觉得失能是老了自然的事情，没有办法预防，也没必要预防。这个想法真的很可惜，因为已经有大量研究证明，肌少症和衰弱症是可以被干预的。只要及时开始运动、营养、口腔照护和社会参与，功能退化的速度就能被明显延缓。就像一辆车，您不可能让它永远不旧，但您通过定期保养，可以让它开得更久、更安全。我们不能阻止年龄增加，但我们能管理老化的过程。第二个误区是认为养儿防老，真到了那一天，子女就一定会有能力照顾我。我理解这是一个很深的传统观念，但现实情况是，现代子女面临的工作压力、经济压力、自己的家庭压力都非常大，再加上照顾失能老人其实是一件非常专业的事情，需要体力，需要技巧，需要耐心，甚至需要护理知识。如果把这些责任一股脑全压在子女身上，往往会演变成2代人的长期负担。我在临床上见过不少例子，子女为了照顾父母，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了，甚至夫妻关系也出了问题。所以我真的建议各位长辈，不要把自己的晚年全部寄托在子女身上，依靠子女的爱是人之常情，但我们应该想办法减少对子女的依赖，甚至反过来为子女留下更多空间，这才是更深沉的爱。第3个误区是认为没有钱就不配有尊严地老去，这个想法也是错的。很多人一想到长照就想到每个月好几万的机构费用，觉得自己存的钱根本不够，于是干脆放弃规划。但事实上，政府和社区已经有很多资源，是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也没有去申请的。比如说台湾的长照 2.0 服务，它会依据评估结果提供居家服务、日间照顾、交通接送、辅具补助等多项协助，而且有政府补助费用，并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高不可攀。重点是您必须先打一通电话去了解、去申请、去评估，而不是在还没了解之前就自己吓自己。说到长照 2.0， 我特别想多讲几句。很多长辈对这个政策完全陌生，甚至有些误会，以为那是给快不行的人用的，或者是给穷人才有的补助，其实不是。长照服务是给所有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它的核心理念就是让失能者、失智者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获得照顾，并且减轻家庭的照顾负担。它里面有居家服务，就是照顾服务人员到家里面协助沐浴、备餐、家务，有居家护理，就是专业护士到家里换管路、指导照护技巧，还有居家赋能，就是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到家里帮您做复健训练。我特别喜欢的是赋能这个概念，它的目标不是帮您做完所有的事，而是想办法让您自己做到尽可能多的事。这种观念跟中医授人以渔的思想是完全相同的。我们不是要长期依赖别人帮我们活，而是要借着一股力量让自己重新站起来。当然，我也必须提醒您，各县市的长照服务细节补助标准可能会有些许不同，请您一定要以当地主管机关的公告为准。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拨打1966长照专线，这是台湾统一的长照服务咨询电话。打过去就可以问清楚，申请评估基本上免费或只需部分负担。如果您不在台湾，我也建议您去查一查自己所在地区的长期照顾相关资源，我相信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服务，关键是要主动去问。另外，关于居家环境的改造，我要跟您说，这不见得要花大钱，但非常值得做。很多长辈跌倒都发生在家里，尤其浴室和卧室到厕所的路径是最危险的地方。您不需要把家里改造成医院，但您可以做几件很简单的事，比如在浴室地板放防滑垫，在马桶旁边装一个扶手，在床边放一盏夜灯，确保半夜起床的时候能够看清楚，把家里地上的电线收好，把地毯固定好，避免绊倒。在淋浴间放一张稳固的洗澡椅，坐着洗澡会比站着洗澡安全得多。这些小改造加起来可能几千块就搞定了，但换来的是确实能降低跌倒的风险。要知道，对长者来说，髋部骨折是一个需要非常重视的事件，一旦发生，恢复过程会非常漫长，甚至可能影响未来的独立生活能力。所以这样一个小小的投资，可能比很多保健品都更值得。接下来我要谈一个很多人不敢谈的话题，就是钱。我完全理解很多长辈看到新闻上说的准备好几百万的退休金，心里就会焦虑。但我今天想提供另一种思路，那就是财务准备的重点不是追求一个天文数字，而是学会盘点自己身边的资源。很多资源是免费的，只是没有人告诉你很多补助是存在的。
只是没有去申请。很多人际网络是可以互相支持的，只是我们因为面子不好意思开口。举个例子，您有没有和比较熟的老邻居、老同学建立过一种互相照看的关系？今天您帮我带一份菜，明天我帮您看一下门。这种以物易物式的互助网络，在紧急的时候，价值可能比金钱还大。还有您住的社区里面有没有里长办公室、社区发展协会、老人服务中心？这些都是可以帮忙的窗口。我并不是说钱不重要，而是希望您不要把没钱当成完全放弃规划的借口。真正应该做的是安静，坐下来整理自己的收入、存款、房产、保险、每月固定开销，然后想想万一需要长期照护，您每个月的现金流缺口是多少？再想想有没有办法用资源替代金流，比如说您名下有没有空余的屋子可以出租，有没有一些不需要的资产可以变现？有没有考虑过在自己还能自主决定的时候，和家人一起坐下来，把未来的照顾计划摊开来，谈清楚？这件事听起来很难开口，但它非常重要，把话说在前面，反而能避免将来子女之间为了钱的事情闹矛盾，也能让您自己安心许多。我还想带您回头理解一下中医的智慧，但请放心，我所说的中医不是那些玄之又玄的偏方。中医有一句话叫做上工治未病，意思是真正高明的医者是在疾病还没形成之前就提前预防，这个观念跟现代医学的预防失能是完全一致的。还有一句话叫做动则生阳，简单来说就是适度活动能让身体的气血流通，让人精神振作。当然，我不会在这里跟您讲什么气血不足、湿气重之类的术语，我们把它翻译成现代语言，其实就是运动能促进血液循环，能维持身体机能，能改善心情。这也再次印证了活动是维持老年生活质量的核心关键。我常常提醒自己，也提醒我身边的亲友养生，不是吃一堆补品，而是把最基础的生活习惯做好，规律运动、均衡营养、充足睡眠、控制压力、定期检查身体，这5样才是真正的预防医学，也是守住自理能力的根基。我再强调一次，今天这支影片的核心结论，其实在前3分钟就已经讲完了。智能风险可以主动管理，依赖性可以提前布局，钱少也有钱少的活法。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大方向变成一步一步可以执行的小计划。如果您问我哪一件事对长辈的帮助最大，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您，先选一件最简单的今天就能开始的事。比如说，您现在就可以站起来，从椅子上站起来，不扶任何东西，再慢慢坐下，重复5次。如果您都能轻松完成，恭喜您，您的基本肌力还不错。如果您觉得很吃力，或者需要靠手撑着才能站起来，那我建议您今天就开始做坐姿抬腿这个动作。坐在椅子上，背挺直，把一只脚慢慢抬起，伸直膝盖停3秒，再放下来，左右脚各做10下。这个动作很简单，安全，不容易受伤，但对于强化大腿前侧肌肉非常有帮助。每天做2回合，一段时间之后，您会发现自己站起来变得轻松很多。这就叫给自己做起身测试，也叫做功能性体适能的第一步。说到互动，我想在这里问您一个问题，您觉得在照顾父母这件事上，是出钱比较难，还是出力比较难？这个2选1的问题，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您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您心中的真实答案是什么？透过大家的分享，我们才能更了解，原来每个家庭的处境都不一样，而很多难题说出来，就已经解决了一半。还有另一个问题，您家里长辈现在走路的时候，需不需要扶扶手或撑拐杖？如果是的话，今天回去就可以帮他做一个简单的测试，请他坐在一张稳固的椅子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看看能不能不靠手、不靠扶手顺利站起来。如果不能，那可能就代表下肢力量已经开始退化了，这绝对是一个值得我们正视的信号，而不是一个只能感叹老了的事情。我必须很严谨地提醒您，我今天的分享是从一个长期关注老年健康的研究者和医者的角度所提供的生活观察与健康科普，它不能替代医师的诊断，也不能替代专业的复健治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身体状况，如果你有任何疾病正在服药，或者不确定自己适合哪些运动，请您务必先咨询您的医师、物理治疗师或营养师，不要因为听到一个好方法就忽略了个体差异，就贸然尝试不适合自己的做法。我希望带给您的是一种更理性、更积极的健康态度，而不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万能处方。最后整理成3条最容易被执行的行动建议。第1条就是从今天开始，天天做坐姿抬腿和起身练习，不求多，但求持续。第2条就是打一通电话出去，
把您所在地区的长照专线、社区服务电话问清楚记录下来，甚至直接申请一次评估，让专业人员告诉您家里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您可以申请哪些资源。第3条就是在这个星期和家人坐下来，用温和的语气聊一次未来照顾计划，不用谈得很沉重，只要让他们知道您的想法，也听一听他们的顾虑，把彼此心中的期待说清楚。这3件事不花大钱，也不需要什么了不起的毅力，但只要您愿意开始，您就在为自己未来的自理能力种下一颗非常重要的种子。我记得有一位长辈在听了类似的分享之后，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以前觉得老年生活就是一天过一天，等着被安排。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我还可以为自己做点什么。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今天花这么长时间跟您聊这一大篇的真正目的。我们不求大富大贵，也不求永不衰老，只求在自己还能做决定的时候，为自己多多留一些选择的空间。哪怕存款不多，哪怕子女不在身边，我们也能够用自己的双手稳稳地撑起属于自己的生活。从今天这一小步开始，您也可以做到。如果您觉得今天这支影片对您有启发，拜托您帮我做2件事。第1件，按个赞，让这个频道被更多需要的人看到。第2件，订阅这个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我会继续用同样认真理性的态度，跟您分享更多关于晚年生活、健康保养、失能预防的重要知识。我们下支影片再见。